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之新加坡就职系列的第4集。是的，又来到第4集了。那么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在一间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工作的经验。就是我在上一集有提到嘛，离开了这个大型的日本 Travel Agency 过后，我又找了新的工作。而我这一份工呢，还是一样是在 Travel Industry 的，因为我想往更高的地方去，就给我进到了这一间美国的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那么等一下呢，我会跟你们解释我在里面做什么，然后什么是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什么是 Corporate Travel。这间公司呢，算是蛮历史悠久的，创立于美国，然后再 expand 到 Europe。如果你是读 account 做 accounting 的人，你们知道在这个 accounting industry 里面有 4 big 嘛，对不对？那么在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里面呢，它也是属于 4 big 的其中一间，它里面也是有4 big 的，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所以呢，就那么幸运的，也是要有一点点小实力啊。因为那时候我去 apply 的时候，他是要求 at least 要 degree holder， 然后他才会请。然后我就幸运的进到去啊。可是呢，在我进去过后啦，所经历的东西就是让我开始知道职场上的残酷。然后我也是从这间公司开始，我就慢慢的把我的笑容在职场上收起来了。所以等一下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让我看到职场上的一些残酷的东西。首先一样的，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这间公司里面的时间点。整个时间呢真的很短，就只有那么短短的9个月10个月而已。所以我就在2015年的7月离开了这个大型的日本 Travel Agency 过后，在8月3号2015年正式开工啊，开始进行 training。整个 probation 是3个月的。在2015年的11月3号呢，我就通过了 probation period， 正式成为了他们的 permanent staff。接下来呢，在2015年的12月，因为我进到这间公司还不到1年嘛，但是还是一样可以拿到 13 month， 就是第13个月的 bonus。那个数目也是 prorated 的，就是拿了一个1116.99， 很 exact 的一个数目。再来呢，到了隔一年2016年的1月19号，也是一样，还不到1年，但是也是有加薪，而且它加薪还比我在上一间 travel agency 来得高它加薪是加了一个80块新币。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我的工钱是多少啦，可以就起薪而已。然后在2016年4月30号，就是我在这间公司的最后一天啦 ，officially 啦，收到的信里面在4月30号 for last day， 然后我只在这间公司待了9个月。那么现在呢，一样的，我要去到新加坡，把我的这些回忆给抓回来。我要去到我之前在这边上班的地方，然后那边周围去走一走，顺便让你们看一下，感受一下那边的环境，那边的工作氛围，吃午餐的地方啊之类的。过后再跟你们分享在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Let's go。是的，从 MRT 出来，右手边有一个 Cheers。生日。到了丹中巴嘎。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丹中巴嘎。因为这份工呢，也让我熟悉了多一点丹中巴嘎这里的地区，哪里有好吃的，哪里可以吃午餐，哪里有比较便宜的东西吃。那其实我这间 office 它是跟我上一次的那一间在日本大型 travel agency 是2对面而已的。现在带你们去走一下我之前每次走的地方。这一个就是我每一天都会走过的地方 ，International Plaza。然后每天都会经过这个 Starbucks， 就会闻到很香的咖啡味。丹中巴嘎一出来这里啦2条街都是属于商业区，就有很多 office building 啊，然后蛮多的大型企业的 office 都会在这边的。这边有一个 McDonald's， 也是我之前午餐时间每次来的。这里每次都会经过的，它是一个 building 的 art 来的。我之前就职的这间公司就在我的前面啦。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啦。之前上一间我跟你们讲的那个大型的日本 travel agency， 就是在这一栋楼的，在上面。然后这一集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在这一栋楼，它叫做 Signature Point 协和坊。
可是那时候我在这个 travel agency 做工的时候啦，因为这里是 main office 嘛，但是我是在 shopping center 的 retail shop 做工，所以我不常待在这边啦，比较长时间是待在 Orchard。下一份工呢，来到了这个 Synergy Hub， 就比较熟悉这边的 area 啊。哇，已经装修了，之前不是这样子的，之前没有这样漂亮啊，就地重游，就地重游。OK， 我要记录一下。已经变到不一样了，就整个 upgrade 了的感觉。重点是哦，我下一集就是第5集要跟你们分享的那个职业，它的总公司就在这边，是不是很巧妙？日本大型的 travel agency 在那一边，这个 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在这一边，然后下一集要跟你们讲的是在这边。So， 这3个职业的总公司啊，都是在丹丘巴嘎这一带。我看到这个 M Hotel 我会想到一样东西啊。我之前啊在上面工作的时候，有时候烦嘛，就去到那个 Pantry， 过后呢就会望到这个 M Hotel 的上面有一个泳池的，然后那个泳池每次就会有人游泳，所以那种感觉就是很 stress 的时候，结果看到人家在很 relax 的游泳，这一幕是我最记得的啊，很多次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很记得这一幕。上次我来的时候，它装修，原来就是在装修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应该是遮阳的吧。每一天午餐时间时候呢，就会从后门这边下来，因为我们多数都会去到后面那里吃午餐。这个 loading bay 这里出来，然后过到对面去。这里很多日本餐呢。这边呢，就是通常我们会吃午餐的地方，因为冷气嘛。Seriously 啊！已经没有了吃东西的，这里已经变成那个无印良品了。有时候我们不要上那么多层的楼梯啊，就会上这个 escalator 上来，已经没有了，也难怪啦。其实过了那么久，肯定会换的，已经变成了无印良品。而这个 mall 一出来的对面它就属于是一个邻里组屋区。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食阁啊，它外面有很多这种 store 可以买食物吃打包的。看这个档口屹立不倒我也是时常在那边打包的，有鸡饭啊、菜饭啊。我记得从这里走上去啦，最尾巴那边好像有一个咖喱拉萨酿豆腐的，也是我跟我同事每次下午时常会来的，因为蛮好吃的。哇还有还是一样。整天都排长龙了，带你们去看一看啊！我应该不会排队，也不要在那边吃。这一档太多了，这样散。Corporate Travel， 那什么是 Corporate Travel？ 什么是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呢？现在呢，就让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就职的这一间 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我在里面是干一些什么，然后这整间公司是做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在 Travel Industry 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level 的。好像有 B2C、B2B， 而我在就职的这一间呢，这间美国 travel agency， 它是 B2B4E， 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for employee。就打一个比方啦 ，for example 如果你是 company A， 然后你的员工时常都需要去出差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不要有很重的工作负担，你会把它 outsource 给一些 company， 所谓的 corporate travel company， 也就是我就职的这一间公司，它会帮你 manage 你的全部 employee 的 travel related matter， 包括订机票订住宿最主要是这2个东西，还有 limousine bus transportation 之类的，就是 make sure 你的员工在出差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 smooth 的 travel experience。而跟我们这种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deal 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会跟 airline 有关系，跟 hotel 有关系，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rate。compare 你自己去 directly book with airlines， 或者是 book with travel agency， 又或者是 book with hotel， 这个就是 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 可以 provide 的 service。而我 as 一个 corporate travel consultant， 每天都会跟 customer 讲话，跟 airline 的 staff 讲话，或者是跟 hotel 的 staff 讲话。我在这里面呢，每天的 routine 是要接电话跟做 email， 就是公司的 employee， 他会把他的 travel itinerary、travel plan send 给我们 ，email 给我们，或者是直接打进来订，因为直接打进来订的话会比较快。好像可能1个礼拜过后我要出差，我就 send 一个 email 进来，我要去哪里，大概几点要到。
到，然后会有什么会议之类的。当然会议东西他不会那么清楚跟我们讲啊，就是讲他在几点之前要到之类的。那如果是非常 urgent， 可能等一下或者是明天就要飞了，他们就会立刻打电话进来。讲到完还是在做 service line 的东西啦，就是比较高级的 customer service 的意思哦。那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们给 corporate travel consultant 的 KPI 是什么？就是每天至少啦 KPI 要 hit 33个 call， 然后要做22个 email， 在1个礼拜以内呢，一定要接有165个 call， 然后110个 email， 以此类推。这个是 under productivity 的，就是你每天的 daily routine 要做的东西。On top of this 你还有别的 KPI 要 hit 的，就该讲的是 productivity 吧，可能才占了一个20% 而已。然后你在做这些 process 啊，帮 customer book hotel 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成功推到某一些 hotel 啊，就是 currently 有 promotion 的，然后你就可以从那边 earn 一点 revenue， 这个是 consider as 一个 commission，OK， 这个你也是要 hit， 每个月一定要达标50%，一定要推到某一些 hotel， 在特定的月份里面 to hit 那个50%的 KPI，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占20% 而已。还有就是你的 overall call handling time 跟 email handling time 多长，也是占一个20%。还有一个 QS service quality， 有没有讲错话啊？有没有做错东西啊？有没有 issue 错 ticket 啊？因为在里面这个 ticket 全部啦，每个 consultant 都要会 issue ticket， 会 reissue， 还要会 refund， 所以比我之前那间公司做东西是复杂很多很多的。这个是 under service quality 的，就是你不可以 book 错，因为有一些是 non-refundable 的 hotel， 然后有一些 ticket 也是 non-refundable 的，会很 troublesome 的。再来就是你的 behavior， 你跟 customer 讲话的态度啊，你 handle customer 的手法。再来就是 attendance 这个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我从第一间公司开始就一直会 hit 那种 full attendance。可是来到这间公司我已经开始会去追求拿 MC 了，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嘛，从上一间开始我就已经陷入了那个不好的循环，开始对职场厌倦了。So overall 该跟你们讲了啦，加到来就应该是有一个120分这样子。On top 的 incentive 它总共是300块。如果刚刚的那个120分，你的分数是0到90分的话，就是拿0，1毛钱都拿不到。可是呢，如果你的分数是90到100分的话，你就有一个120块。那么如果你的分数是100以上呢，你就可以拿到300块啦，就是 on top of 你的 basic salary 还可以再加多一个300块，这个就是每个月可以 hit 的东西。但是呢，它有一些 term and condition 啊，就是如果你的 behavior 遭 complain， 要不然就是你做错东西，你 issue 错 ticket，issue 错 hotel， 然后让公司有亏损之类的话，你就直接是0了的。customer service 那边做到不好的话，也是一样0了的。那现在就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的底薪是多少。我之前我进去的时候啦，我是要求2800、2900的，但是他们只能够 offer 到2700，就是2700的底薪啦。至于其他的 allowance 那些加到来，我就这里不多讲，因为那个是不一定的，所以我就是以底薪来让你们知道我进攻的时候是多少。其实它的 increment 还蛮高的就好像我跟你们讲的，我不到1年的话都已经 increase 了一个80块了。所以如果每个月我又可以 hit 到这个 performance 的东西的话，都是有3000多样子啊。这个就是我在这间公司的薪水啦。可是如果你问我真的是那么容易 hit 吗？真的是那么好做吗？不简单因为接下来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工作内容，我要让你们知道里面做的东西，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首先就来讲一讲为什么我讲这份工作不简单呢？第一，我们要对的人非常的多，不只是要对 customer， 我们的 customer 呢就是很多间公司的 employee。那他是讲 work 的，就是他跟每一间公司就是有意要拿这个 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service 的公司啦，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公司会有不一样的 contract。里面的 T&C 都不一样，跟 airline 的 deal 也是不一样，看他们拿的 package 是多少钱吧。我们的挑战是什么？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它是有分很多个不一样的 team 的，好像 Team A 它就是专门去 handle 可能银行 ，OK。一间银行的 staff 就是专门 for 这整个 team 来 handle， 然后这整个 team 里面可能有10个人这样子。但是我在的 team 很不一样，我在的 team 是里面只有少过10个人，但是我们 handle 的就是比较中小型的 account。我们 handle 的公司到底有多少间？我该跟你们讲嘛，一个大的 team 可能10多个人就 handle 一间公司、一间银行。那我们呢，少过10个人，我们 handle 公司总共有多达120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
有一些是 inactive 的，有一些可能就5个人的公司，有时候1年才 travel 一次，中型的公司可能1年就 travel 3-4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 handle 100多间公司，但是这个量加起来是非常的多的。再来就是 system，OK。来到这间公司我就几乎学会了所有比较 main 的 travel agency 的 system。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嘛，第一次我去 join 那间 outsource contact center 的时候，我学的是 Abacus 跟 Amadeus， 然后我在上一间大型的日本 travel agency 公司，我学的是 Abacus。那这一间呢，我又学了另外一个 system 叫做 Galileo。Galileo 这个 system 真的是很假辣，我跟你们讲，它 system 到的次数真的是很夸张，而且很慢又 lag。我就心想，为什么他们不会要去 upgrade 一下那个 system？ 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员工觉得很 suffer 的啦。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可能 costing 的关系我们也不懂，所以这个 system 真的是很假辣，我用到的 experience 非常非常的不好。再来就是那些 term and condition， 其实如果你只是单单 handle 一间公司啦 policy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复杂，单一的，你只要做多几次你就会了。但由于我们 handle 公司太多了，所以每次我们都一定要 read through 那个 policy， 非常的吃时间。但是你在 read through 这些 policy 的时候，你又要 manage 你的 handling time， 不管是你的 email， 不管是你的 call， 都是有一个 handling time 的。好像 for example， 你一定要随时随地放 available， 就是随时有 call 进来的话，你就要听就要接。但是如果你在 available 没有 call 的时候，你就要去 handle email。我们自己的 team 有自己的 email 的，那个 email 你要拿，就是 leader 会派给你。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做 email 做到一半啦，你订东西订到一半的时候 call 一进来你就要 switch 去另外一个 mood。你读到一半的那个 policy 等一下你做完了这个 call， 然后你又要接回去，然后你又不懂到哪里，就很乱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很 fast pace 很 multitasking 的 environment。 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会 multitasking， 但是真的很 suffer， 我跟你们讲，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可以专心做一样事情。So policy 很多很难记，也没有办法可以记，你就每次一定要 make sure 这间公司的 staff 打进来，你就要去拿 policy 来对，看一下接下来可以订什么机票，然后你要放什么 code， 是 manual 的 OK。 So 该跟你们讲那个 system 它是没有那么好，像你们在 website 看到的，你订机票就放哪里到哪里，然后你要什么 class 这样子，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是 B2B 的，这间公司跟我们对 airline 的那一方面有一些特别的 deal， 我们要 insert 一些特别的 code 在里面，才可以拿到一些特别的 fare。 如果你是做 travel 的话，你就懂这些东西是真的很复杂，你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又 handle call 又 handle email 的情况下很完美的去完成整个东西，除非你这是很老教很 senior 啦。是有的，有那些很老教的，他们做了好几年过后，他们可以这样子的 multitasking，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很 stress 我跟你们讲。再来呢，就是在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你的 task 你的 email 刚才做到一半的，可能你会忘记，然后在放工的时候你才发现到我原来还有这些东西还没有做，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做。但是到放工时间了，又没有办法可以联系到 hotel 酒店这些东西，又没有办法可以联系到 airlines 或者是 transportation 的 company 之类的，那你要 pending， 有一些东西是你还来不及完成，下一个课就来了，然后你又忘记了，所以到最后有时候你会把这些 task 全部都留到放工过后你才发现到，你就会要被迫做免费的 OT， 因为你自己没有完成嘛。但是你在 handling 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给你时间去 pause 的，你必须要自己完成，因为这个是你的一个 KPI， 你要在那么短时间没有完成，你没有办法完成的话，你就要 pending 到你放工过后你才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的 team 啦时常都会加班有好几个，我做了一阵子过后我才发现到的，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真的是太乱了。那些比较大的 team handle 一个公司一个 account 的，他们的整个 flow 是很 smooth 了的，全部东西都很单一很简单。难怪啦，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的好像要保护我这样子，不要让我太快去 handling call， 就先让我做 email， 慢慢来，然后过后我接 call 的那一个 moment 我才真的是 feel 到 Oh my goodness。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受到了人们时常口中所讲的内耗。内耗这个东西呢，不单单只是在工作上职场上要加班免费加班，然后你加班的时候你不会的话又没有人可以问，也不能怎么样，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开始看到同事跟同事之间的一些不爽来不爽去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怎么这个 environment 是这样子
然后做的东西也不是我特别喜欢，只是因为我为了要追求那个高工钱这样子，你懂吗？好大风，好大风，要下雨了。刚刚吃饱，现在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的在那个时候的心境，以及做一个结尾。果然下雨了 ，OK。那现在呢，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吧。先讲一讲同事。那么那时候一进到去的时候，也是有认识到一些同事。那时候是真正的把他们当同事而已。同事跟朋友没有办法再 mix 在一起啊。所以进了这间公司过后，就完全把他们当作同事。可是我们的同事的感情还 OK 的，就我们会一起去吃东西，有时候放工啦，也是会在公司附近去找一些好吃的，而不是特地 off day 的时候出来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同事关系就已经进化到那个阶段了，没有互相要 IG， 没有互相加 Facebook 之类的，没有，就是上班才见面吃午餐，要不然就放工的时候偶尔去附近吃一次，去 Amara Hotel 吃一下 buffet 这样子。那时候分得非常的清楚，应该是经过了社会的一点点洗礼啦，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时候呢，让我印象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 team 里面有一个比较老教的，然后有一个他就是我的 buddy，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点互相不爽这样子啊，然后偶尔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小闹剧这样子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同事就是这样子的，同事之间就应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就算吵架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尴尬。这个时候的我就让我觉得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子啦，没有办法成为朋友。再来呢，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没有很好，很 stress， 简直就是有一个 culture shock 这样子，因为太过 multitask 了。那个时候开始，应该是我真跟 customer 这样子讲电话讲很久，就一整天这样子啊。然后你也知道啦，通过电话见不到面，他们要讲什么难听的话都无所谓，就好像键盘侠这样子的。所以我有几次经验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我的英文不太好，有一些人就会问我咯，他们听得出我是 Malaysian 的口音嘛，就问 Are you Malaysian？ 我就讲Yes， 然后他就讲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You ask your Singaporean colleague come 这样子嘞。然后那时候我是蛮受伤的啦，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要因为我不是 Singaporean， 然后我是 Malaysian 而歧视我这样子？可是我现在想回去，可能换一个角度去想 ，maybe 他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啊。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我对这种东西是不知道的，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受伤这样子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在摸索很多东西，就好像为什么公司的 system 又不换？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我们这整个 team 很少人，但是又不要再去请人之类的，而让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去 suffer？ 为什么同事 A 会讨厌同事 B？ 为什么他们两个整天都是吵来吵去？为什么我会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我不喜欢做的东西 ？blah blah blah 这些，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并没有很好，就是一个 overwhelming 的开始。但无可否认，在那个时候学的东西是很快啦，可是那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你们可以看到我跟同事之间拍的这些照片有没有看到我很憔悴？我现在看回去，我觉得哇哦，那个时候的我只是非常的憔悴，那个倦容已经出来了，已经把我之前在2间公司会展现出来的笑容收起来了。然后我每次回家，因为那时候我跟季嫂住了嘛，季嫂也是会看到我有时候会不开心，虽然不是天天，1个月里面的话应该会有1个礼拜吧，加起来1个礼拜的天数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明明就不喜欢做这些东西，可是我还是一定要在那边？原因就很简单了，就是钱嘛。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工作以来拿到最高工钱的一次，就算扣掉 CPF 都好，那时候的 financial status 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我就一直陷入那个循环里面，不可以讲是我的舒适圈，因为我真的很不舒适，但是我是为了那个钱而留在那边的。其实该我所提到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现在看回去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那个时候可能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想的话，公司也是有很多考量。又那么不刚巧的，我就是在他们可能要 planning for 做转变的时候进到这间公司，他们又 expect 我跟他们一起成长，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在那个时候我的心理状态还没有 ready， 并不适合跟他们一起成长的那个阶段。So 这种种种的种种则是要过了一段时间过后才可以看清楚，没有讲谁对谁错啦，就是一个时间点不对。其实那段时间不是我最糟的状态那段时间只是我刚开始感觉到原来工作可以带给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压力的那个阶段，还没有变成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打垮我之类那个是银行的工作才发生的。OK，so 这个阶段全部都是开始而已 ，very beginning。换一个地方，该很多人经过有点 disturbing，
所以呢，在那个阶段哦，我就已经算是每天啦，在后期的时候就觉得很不想去上班，然后就会提着一个疲惫，然后又厌倦、不喜欢的心情展开每一天。放工的时候很累，然后整个头脑哦会累到晕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哦，就是觉得哇很晕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们看电脑看久了过后，然后一直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整个状态哦是有点很晕的。这个感觉很不好，真的很不好，很痛苦。所以呢，我一生病啊，感冒啊，或者是伤风哦，我就直接去拿 MC 了，而且还会要求医生给我2天的 MC。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我在之前的2份工啦，我都是要 aim for 0 MC， 然后 full attendance。但是做了这个 corporate travel 过后，我就没有坚持这个 attendance 的东西啊。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有少少的完美主义啊，我就觉得as一个 employee 应该要每天来上班，那个时候想法。但是就是从做了这个 corporate travel 开始哦，我的想法就变了。现在你要我这样子想回去哦，那时候的我啦，会有很多问题，讲为什么要加班？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这份工作的工作内容，你没有办法去埋怨的。那时候你 interview 你 commit 了，你要做这份工，你就必须完成它，因为它的 job scope 就是这样子。现在看回去呢，就是选择上的问题。然后我才发现到我里面的同事啊，还蛮少新加坡人，so 足以证明哦，没有什么 logger 是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内容的。现在才恍然大悟。然后我现在也看回我之前的每一份工哦，才发现到哦，就是这样子。我们所谓这种国外的人才，就是为了填补这些工作岗位。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OK， 没有对，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可以留言，大家拿出来讨论。讲到来就是因为我不会选，你问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小后悔啦。就是在选工这一方面，我本身就不是很厉害啊。也许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这样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So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会做到那么不开心？我现在想回去哦，我终于可以抓得到一个所以然出来了。在我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审视过后啦，我发现到我一直在往我之前第一份工的那个方向走，就是 travel industry。但是我太心急了，我想要急着上到最高的那一个 level， 想学完全部的东西，先从 airlines， 然后到 travel agency， 然后再到 corporate travel， 然后过后哦，还有我会跟你们分享 ，OK？ 问题就是哦，我明明就不是很喜欢 corporate travel 这一块，但是我为了要发掘更多，就觉得我应该去发掘，我不应该不喜欢，我应该去知道更多一点关于这个 industry 的东西，这样子对我会有好处，所以我就走了这个一个方向，而不是去找一份哦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来做。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要让你们知道的，我要跟你们 share 的。我那时候做的 corporate travel 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就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坚持，而导致了我有这种不好的 experience。当然，讲好听话，它是一个历练啦，在我内心深处是一个历练。所以那时候哦，对物质上的要求哦是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因为物质上算是已经满足了的。可是内心这一块就输得很彻底，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哦，内心这一块我是缺失了。所以我之前影片一直会跟观众讲，一直会跟你们讲，钱不重要，钱不重要。有些人就会骂我，你都傻的钱不重要，钱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啦。可是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才让我觉得钱不是 priority， 因为你自己都 manage 不好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啊，有钱有什么用，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啦。我不懂我这样子的分享哦，会不会让你们会找到一些东西是可以启发到？我不懂你们到底了不了解我的这个出发点到底是在哪里啊？我只是要跟你们讲，物质跟心灵层面哦是一样重要的。可是往往很多人哦，就是因为物质而忽略了心灵层面的那一个东西，所以才会有忧郁症啊这些东西发生呀。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灵层面并没有很好 ，OK， 是刚开始的没有很好。那至于爱情嘛，我在这间公司就职的时候啦，短短的9个月、10个月，我跟纪嫂并没有出国啦，都是在新加坡的一些 local attraction 去游玩，要不然就是回 Malaysia、回 JB 去做 staycation， 去走走看看、拍拍拖这样子。但是呢，就在2016年，也就是我生日的那一段期间啊，4月9号到11号，我记得是4月10号，所以那个是为了我的生日而去了 Pulau Besar， 这个岛很漂亮哦，那边很值得去，那个海水是特别的清澈。我就在那边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要嫁给我啊？真的，我讲真的。那，我很紧张哎。啊，我不懂今天的嘞。要嫁给我？
你就走过来，你在那边的嘛。左手还是右手？左手还是右手啊？好像是左手。啊，左手，左手啊。感谢你们呢。对啊，谢谢。是的，我跟纪嫂求婚了。那时候我们拍拖足足有3年多，快3年了。对，我就觉得是时候定下来这样子，然后他也 OK。其实我们都 feel 得到了啦，就是你也 OK， 我也 OK， 所以也没有像那种韩剧里面的求婚了会哭到满脸鼻涕啊，眼泪流不停啊，什么之类的，很 drama。我们没有，我们是属于比较平静的那一对，所以我就在我的职业上不是很顺遂的时候跟他求婚了。那个时候我是已经辞职了的嘞，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有问纪嫂，我现在辞职了，然后再跟你求婚，你有什么想法？他好像是讲继续前进啊，没关系啊，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他会给予我鼓励这样子啊。说这一点呢，我是蛮感动的。当然，如果再具体一点，可能你们可以自己去问他啦。他里面可能有很多 OS， 我那时候猜不到。这个呢，他看了这个视频过后，就让他自己去斟酌吧。好，那么呢，我会给这间公司打多少分呢？一个6分吧。它不算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最糟糕的那间公司。I mean environment 啊，不是公司 ，OK， 不要误会。我讲的是那个工作环境还有工作内容。公司里面有很多个 department 的，我针对的是它的工作内容。所以如果你让我对这个工作内容打分的话，我只会给它一个6分。它不是最差的，但是因为这份工作而让我看到职场上的一些残酷的现实，就是一份让我开了眼界，让我开始感受到职场上的残酷之类的。那我觉得追根究底啦，就是我本身并没有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性质，但是我硬的逼自己去做，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一切的一切，总的来说就是因为选择上的问题啦。好啦，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这个只是一个在我的人生当中、职业生涯当中不是很好的开始 ，OK？ 这个循环已经去到了1到10，已经到了3或4这个 level 了，过后还有。那今天的内容呢，可能会比较偏负面一点。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内心的实话，我跟你们讲的东西都是很 real 的，我没有作假的，这些全部都是我在想的。不管是好的留言还是不好的留言，你们都可以留言 ，OK？ 你们有什么想法啊？要讲我可能草莓族啊，经不起一些风浪啊，你们都可以写。我是想看一下你们的眼中对这样子一个事件会有什么看法。我的话，我是觉得选择上的问题啦。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分享，觉得这样子的分享不错，有启发到你们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拜。